大家好，本期视频我们继续分析和预测特斯拉股价在2023年9月7日的走势。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斯拉股价在9月6日走势的基本信息。它的开盘价是255.13，收盘价是251.92，在盘中最高价是在255.39，最低价是在245.06。那在盘中，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的负值是达到了10个点。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又重新回到了5日均线值的下方。量，当日的成交量是1.167亿股，是前一个交易日的0.9倍量缩。KD 值，快线的方向又转折向下，并且下穿了慢线。那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出现了向下反转。MACD 双线是继续上行，开口略有缩小，快线上穿了零轴，在零轴的上方出现了较前一个交易日略短的绿柱。那这些信息说明股价在继续目前的短期多头趋势。那么这个短期多头趋势，我们是自2023年8月18日以来的这个上涨。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K 线信息。在9月6日生成的这根 K 线叫做含下影线的小红 K 线。那如果这样的一个线型处在相对高的位置，通常我们会把它称作叫吊人线。那吊人线呢，它是变盘向下的信号 K 线。如果日后股价的收盘价跌破了这根吊人线的最低，也就是245，那么股价将会开启下行的走势。那只有日后股价站上这根吊人线的最高，也就是258，那么才能够瓦解这个变盘向下的信号 K 线。那同时我们看之前还有一个 K 线组合，就是9月1日和9月5日形成的这个母子怀抱的 K 线组合。那么这样的 K 线组合如果出现在高位，它也是变盘向下的信号。那么对于这个K 线组合呢，这根母线的最高也就是259和它的最低245呢，将会成为日后股价上行或者下行的标志。好，这是我们对 K 线信息的解读。那接下来我们来分析后续股价的走势。我们调出辅助线。那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期视频我们对9月6日股价走势的预测。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股价会出现回档，我们给出了2个点位，一个是收盘价会在250，另外一个收盘价是在243，它们都是具有条件的。那第二个可能，我们预测股价会出现反弹，收盘价会在263，在这个位置。实际在9月6日收盘价是在251.92，出现了回档。那至于我们预测的收盘价回档250附近不仅点位相接近，那它们的本质也是相同的，也就是收盘价又重新回到了5日均线值的下方，并且在10日均线值的上方。那我们刚刚从 K 线信息解读说，出现这样一根变盘向下的信号 K 线呢，那日后有可能股价会出现下行。因此我们先来看股价的下行。对于9月7日，如果股价下行，它的第一个目标依然是242，也就是说这根母子怀抱 K 线组合的母线的最低。那跌破242就是要确认股价要变盘向下。同时我们也会看到20日均线值也会在242附近
在9月7日20日均线值会到达240附近。所以如果股价跌破了这个区域呢，那也就是说会开启一个下行走势。同时在这个区域呢，也就跌破了这个吊人线的最低，也说明股价会开启下行。好，这是股价跌破242的目的。对，那如果跌破这个位置，股价将会开启一个短期的空头趋势，那股价会继续向下。第二个目标是228，228跌破它的目的就是要瓦解目前的这个多头趋势，自8月18日以来的短期多头趋势。一旦这个多头趋势被瓦解呢，接下来股价下行的目标就是212，212对于目前股价的位置，这是前低。如果股价跌破它，将会恢复自2023年7月19日以来的空头趋势。那我们也会看到现在股价如果出现下行，那日后在到达212之前呢，我们会看到有一条我们自己定义的底高的上行趋势线会成为一个支撑。因为这条上行的趋势线呢，它是重要的标志。好，那这是股价的下行，我们再来看股价的上行。股价如果上行，第一个目标依然是261，这是前高，站上它的目的就是要继续目前的这个多头趋势。同时在到达它之前，我们说上方有2个压力位，一个是这根吊人线的最高255，另外一个是这根实体长红 K 线的最高259。那这2个位置啊，如果站上它，就是说会瓦解这个变盘向下的信号。对，所以呢，股价在到达261之前，那么这2个位置将会成为压力。但一旦站上它，股价出现瓦解了这个变盘向下的信号 K 线呢，那股价继续上行。如果再站上261，就会恢复这个短期的，或者不叫恢复，现在依然是多头趋势，就会出现新高，会继续目前的这个短期多头趋势。那这样一来，接下来的目标就是273，273这是一个强压力位，它并不是股价上行的目标。一旦恢复了多头趋势，股价上行的真正的目标就是299.29，也就是我们说273之后的目标，第3个目标。好，那么在到达299之前，我们会看到有缺口，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自己定义的这个头低的1号趋势线，这是股价的下行趋势线的最后一条趋势线。对，好，那么也就是说它也是一个重要的标志。好，那如果能够站上299.29呢，也就是前高，那么股价会继续自2023年1月6日以来的多头趋势，在这个地方有头高，下方已经有了底高。好，当然如果一旦恢复这样的多头趋势呢，接下来的目标就是特斯拉历史的最高414。那前面这3个高点呢，都会成为它们都只是压力位，而不是股价上涨的真正的目标。好，这是我们对日后股价下行和上行的分析说明。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看9月7日在盘中我们要给出一个观察位。之前我们给的观察位是在256.5这个位置，也就是说我们预测的是这个位置是9月6日新生成5日均线值的上限，也就是如果能够在它上方运行会收高，在它的下方运行呢会收低。我们会看到实际在
9月6日当日是大幅的低开盘，然后一直是在这个观察位的下方运行。好，那对于9月7日我们给出的观察位依然是关注5日均线值，那这个时候我们给的是5日均线值的下限在251附近，我们下移这条水平线251。好，也就是说股价呢，我们这样说，在9月7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是在251到253之间，它跨越了前一个交易日的收盘价，所以5日均线值啊，如果在9月7日是高开盘，5日均线值有可能会成为支撑，推动股价上行。但是如果是低开盘呢，5日均线值又会成为压力，可能会压制股价的上行。对，所以在盘中我们关注5日均线值的下限251，那在它的上方运行，股价有可能会收高，或者是出现横盘。如果在它的下方运行呢，那我们认为股价一定会收低的。好，这是我们关注251的原因，关注这个位置的原因。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目前我们有一个5%的多头仓位是在8月29日这根实体长绿 K 线的收盘价257建立的。那么之后我们给的止损位呢，一直是守这根实体长绿 K 线的最低是237，还有就是守20日均线值。那目前股价在这个位置，一直是没有跌破这个止损位的。那目前这个仓位依然是持有。这个仓位我们给的获利的目标是上方的273附近。对，那到了9月6日收盘价出现这样一个吊人线的收盘价，成交量是量缩。所以呢，在这个位置，在技术上是不可以进场加仓，叫做进场或者说是加仓的，因为这个吊人线很容易促使股价会出现下行，所以在这个位置是不可以加仓，更不可以建仓。那到9月7日，我们给出这个仓位的止损位是守20日均线值，是在240附近。对，好，这是我们对多头的技术上的操作建议。接下来我们来看空头。空头我们只讨论空头，不做空头的操作建议。空头在9月7日开盘之后，我们说到上方的261，一直会有空头的进场，或者是加仓，甚至在站上261之后呢，依然会有空头加仓。那么目前空头有2个回补位，一个是261，另外一个我们认为就是273。那在这期间建立的空头，他们的目标就是要跌破242，或者就是要跌破20日均线值，在240附近。那还有一个目标就是228。好，这是我们对空头的说明。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9月7日开盘之后的压力位和支撑位。那如果各位网友方便，请能否在屏幕的下方按下点赞按钮，以帮助本频道的推广，谢谢大家。那首先到来的压力位就是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251到253。第二个压力位是前高255，就是这个吊人线的最高，它是一个重要标志位。然后第三个压力位我们给出一个范围，就是259到上方的261，在这个区域，这也是重要的标志。第四个压力位就是273。下方首先到来的支撑依然是5日均线值，是251到253。第二个支撑是248
是当日新生成的10日均线值。那第3个支撑呢是下方的242到240，242是这个下行的第一个目标，240是当日新生成的20日均线值，这是第3个支撑。好，那基于以上这些信息的解读和分析呢，我们给出9月7日股价走势的预测。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股价会出现下行。我们还会给出2个点位。如果是出现下行，它应该是低开盘，然后股价最高会到达252，最低下方会到达244，然后收盘会收在248附近，在这个位置。那么它的条件是，我们把它说完，也就是股价如果最低到达244，那收盘会在248。那如果股价最低到达了下方的240，那么收盘会收在244。所以下行我们会给出2个点位。那这2个点位它们共同的条件就是当日必须是低开盘，并且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高于252的，满足了这个条件才会出现这样的下行。那我们会在下方的文字说明当中把这2个点位描述清楚。好，如果股价不出现下行，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横盘向上。如果出现横盘向上，它将是一个低开盘，或者是一个小幅的高开盘，然后股价最低下方会回踩到248，上方最高会到达256，然后呢收盘会收在253.5。好，以上是我们对特斯拉股价在2023年9月7日走势的分析和预测。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同时也向各位会员朋友的赞助表示感谢，谢谢大家。